朋友，我们来做个思想实验吧。想象一下，如果今天是你生命的最后一天，你会做什么？给谁打一通搁置很久的电话？完成一件拖延至今的小事？还是仅仅像往常一样，在通勤的地铁里刷着手机，处理着似乎永远也处理不完的工作？这个问题听起来有些不吉利，甚至有点矫情，但在17年前，有一个人在全世界的注视下，无比真诚且严肃地把他抛给了所有年轻人。那个人是史蒂夫·乔布斯。2005年，斯坦福大学的毕业典礼上，他站在演讲台前，面容因与癌症的搏斗而显得有些清瘦，但眼神却一如既往的锐利明亮。他没有讲商业帝国的宏图伟业，也没有分享产品设计的鬼斧神工，他只分享了3个关于人生的故事，而最后一个是关于死亡。他说，当我17岁时，我读到一句话，如果你把每一天都当成生命中的最后一天去生活，那么有一天你一定会是对的。这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那时起，在过去的33年里，我每天早上都会对着镜子问自己，如果今天是我生命的最后一天，我还愿意做我今天即将要做的事吗？当答案连续多天是不时，我知道我需要做出改变了。他接着说，带着一种过来人的平静与笃定，记住你即将死去，是我所知道的，避免陷入害怕失去这个思想陷阱的最好方法。你已经赤身裸体，没有理由不跟随自己的内心。你的时间有限，所以不要浪费在过别人的生活里，不要被教条所困，那意味着活在别人思考的结果里，不要让他人意见的噪音淹没你自己内心的声音。最重要的是，要有勇气跟随你的内心与直觉，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已经知道你真正想成为什么样的人。那场演讲后来被誉为史上最经典的毕业演讲之一，而那句你的时间有限，不要浪费在过别人的生活里，则像一枚精神的印章，深深烙印在了一代人的心里。为什么乔布斯的这番话有如此巨大的魔力？因为它触及了一个我们平日里刻意回避却又无比重要的人生终极议题——死亡。他所倡导的并非一种消极的悲观的末日心态，而是一种极其清醒极其强大的生命哲学，终局思维 Memento Mori， 即以终为始，用生命的终点来审视和校准当下的每一步。后来我读到一本书，叫《临终前最后悔的5件事》，作者邦妮·维尔是一名澳大利亚的临终关怀护士，他陪伴了无数人走过生命的最后旅程，并记录下了他们最多的遗憾。我惊讶地发现，那些临终者们在生命尽头追悔莫及的事，几乎都与乔布斯所警示的思想陷阱一一对应。他们用整个人生为那场伟大的演讲写下了最沉痛的注脚。今天，我想邀请你和我一起，借由这些人生终局的真实回想，重新理解乔布斯的忠告。这或许会是一次略显沉重，但绝对值得的灵魂之旅，因为它将帮助我们回答那个最初的问题：如何才能在有限的时间里活出真正属于自己了无遗憾的一生。我希望当初有勇气过忠于自己的生活，在邦妮·维尔的书中被提及次数最多的遗憾是，我希望当初有勇气过忠于自己的生活，而不是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这是一个听起来多么熟悉又多么无奈的句子。我们的一生似乎总被各种各样的应该所包围。你应该找一份稳定的工作，你应该在合适的年龄结婚，你应该买房买车，你应该成为一个好儿子、好妻子、好员工。这些声音来自父母、亲戚、社会舆论，
像一个巨大的、无形的社会时钟，滴答作响，催促着我们按照既定的轨道前行。我们很少有勇气按下暂停键，问问自己，这真的是我想要的吗？书中格蕾斯老太太的故事是这种遗憾最悲怆的写照。在旁人眼中，她的人生堪称圆满，金婚50载，子孙满堂，后辈个个出人头地。可实际上，她的大半生都活在炼狱里。她的丈夫不仅是家里的甩手掌柜，更是一个家暴者。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格蕾斯一边承担着繁重的家务，一边默默忍受着丈夫的拳脚与辱骂。无数个深夜，她都想过离婚，想过逃离，但这个念头一起，另一个声音就会立刻跳出来：一个好妻子、好妈妈，应该为了孩子忍耐。亲戚朋友会怎么看我？他们应该会觉得我不负责任。于是，她一次又一次地把委屈和血泪咽回肚子里，继续扮演着那个完美的角色。就这样，她熬啊熬啊，熬到70、80岁，丈夫终于因为生活不能自理，被儿女送进了养老院。格蕾斯长舒了一口气，感觉50年的刑期终于结束了。她兴奋地拿出纸笔，开始规划自己迟到了大半生的自由生活，去哪里旅行，学什么课程，见哪些朋友。然而，命运没有给她这个机会，还没等计划实施，她就病倒了。讽刺的是，病因正是丈夫几十年在家中吸烟，导致她患上了肺癌。疾病的恶化快得惊人，1个月后，她便卧床不起，意识也开始模糊。在生命最后的清醒时刻，她对护士邦妮反复呢喃的，还是那句无尽的懊悔：为什么我当初没有勇气过自己想要的生活？人生最残忍的莫过于此，你用一生去忍耐，去扮演，去满足别人的期待，以为终有一天能换来属于自己的黎明。可当黎明真的到来时，你却发现自己的生命已经走到了黄昏。格蕾斯的故事或许离我们有些遥远，但那种被应该绑架的无力感却真实地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里。我有一个朋友，天生就是个艺术家，画画极有灵气。大学时，他想报考美术学院，却遭到了全家人的激烈反对。他的父母都是公务员，他们认为画画是不务正业，当公务员才是铁饭碗，才是应该走的正道。最终，他妥协了，读了父母选择的专业，毕业后也如他们所愿，考上了公务员。如今，他工作稳定，生活安逸，是亲戚朋友眼中的成功范本。但只有我们这些老朋友知道，他有多不快乐。每个深夜，当他完成了一天枯燥的文书工作，唯一能让他感到慰藉的，就是在画板前涂抹几笔。有一次我们喝酒，他半醉着说：“你知道吗？我有时候做梦，会梦见自己在佛罗伦萨的街头画画，阳光洒在身上，特别暖。醒来之后，看着天花板，心里就空得难受。我感觉我的人生好像是偷来的，是别人的。”贾平凹先生说得好，人既然如蚂蚁一样来到世上，忽生忽死，忽聚忽散，该自在就自在，该潇洒就潇洒，各自完满自己的一段生命，这就是生存的全部意义。是啊，生命如此短暂，如此独一无二，我们为何要把它拱手让给那些虚无缥缈的期待和应该？乔布斯之所以成为乔布斯，正是因为他从一开始就拒绝活在任何人的教条里。他从大学退学，去学习自己感兴趣的美术字课程，这在当时看来是何等离经叛道的选择。
但正是这个看似无用的选择，才为日后 Mac 电脑优雅的字体设计埋下了伏笔。他用自己的人生证明了，所谓人生弯路，只要是跟随内心走出来的，最终都会成为你独一无二的风景。所以，朋友，请勇敢地拆掉那个名为应该的幽灵为你设下的牢笼吧，去爱你所爱，去追求你真正渴望的事业，去过你真心向往的生活。当你开始忠于自己的内心，全世界都会为你让路。我希望当初没有因为拼命工作，错过陪伴家人与朋友。在生命的终点，当繁华落尽，名利散去，人们最在乎的是什么？邦尼·维尔给出的答案是，在回顾人生时，没有人希望自己以前赚得更多或者买得更多，人们最在乎的还是自己给所爱之人带去了多少快乐和幸福，以及是否给他们留下未尽的遗憾。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却常常本末倒置。我们总以为，给家人最好的爱，就是赚更多的钱，提供更优渥的物质条件。我们总以为，朋友可以等一等，等我们忙完这个项目，等我们实现财务自由。于是，我们像一台永动机，拼命工作，追逐世俗的成功。我们坐上了事业的王座，却发现身边空无一人，王座变成了孤岛。书中的约翰就是这样一个悲剧的主角，他是个典型的工作狂，即便年过半百，依然每天起早贪黑，生活里除了工作还是工作。他的妻子退休后，不止一次地恳求他，亲爱的，少加点班吧，多陪陪我，钱是赚不完的。可约翰总有他的理由，存款还不够多，等我再赚一点，我们就能过上更好的生活了。为了这件事，夫妻俩拉锯了整整15年。终于，在一个晚上，妻子流着泪，几乎是哀求他，希望他能办理退休。看着妻子憔悴的面容，约翰心软了。他承诺，再等1年，只要1年，处理完手头的业务，他就彻底放下工作，带他周游世界。妻子信了，她像个小女孩一样，开始满怀期待地规划起2人的退休旅行。她买来了地图，在上面圈圈点点，每天都兴致勃勃地跟约翰讨论，是先去普罗旺斯看薰衣草，还是去北海道泡温泉。那段日子，家里久违地充满了笑声。然而，仅仅4个月后，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所有的美好幻想戛然而止。妻子开始出现反胃的症状，并且迅速恶化，还没等查出确切的病因，他就撒手人寰。妻子的离去成了约翰余生无法愈合的伤口。他退休了，住在大大的房子里，守着花不完的存款，却每天只能对着妻子的遗像无声垂泪。他不止一次地对前来照护的邦尼说，永远不要因为工作忙而忽视家庭，忽视了那些潜在的幸福。我以为我是在为我们的未来奋斗，却亲手弄丢了我的未来。约翰的故事让人心碎，而另一个名叫陶瑞斯的老太太则用她的经历诠释了另一种同样沉痛的错过与朋友的失联。陶瑞斯独居在养老院，女儿远在异国，1年也难得见上一面。在那个陌生而孤独的环境里，她常常一个人默默哭泣。邦尼问她有什么心愿，她说只想和年轻时的闺蜜们聊聊天，她已经太久没有她们的消息了。邦尼借助互联网，费尽周折地帮她寻找，然而电话打过去，得到的消息却是一个比一个残酷，有的已经瘫痪失语，有的则早已不在人世。每听到一个坏消息，陶瑞斯的眼神就黯淡一分。
他喃喃自语：都怪我，都怪我，当初为什么就断了联系呢？直到最后，邦妮终于联系上一位尚在人世且身体康健的老友。当电话接通的那一刻，两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像年轻时一样，在电话两头叽叽喳喳，又哭又笑。他们聊着过去的糗事，聊着各自的近况，仿佛要用这一下午补回几十年的空白。挂断电话后，陶瑞斯脸上洋溢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心满意足的神采。他紧紧握着邦妮的手，连声道谢。当天晚上，他就在睡梦中带着微笑安详地离世了。仅仅是一通电话，就足以慰藉一个生命最后的时光，这让邦妮无比震撼。他在日记中写道：挚友是人生不可多得的宝藏，越到生命尽头，你越会明白他们的价值。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但我们忘了，人的感情是需要经营的，人的生命是脆弱而有限的。每一次改天再约，每一次以后再说，都可能成为永远的遗憾。人生这趟列车，工作、名利都只是沿途的风景，随时可以被替代。唯有与你并肩而坐的家人，与你在不同车厢遥相呼应的朋友，才是这趟旅程的意义本身。不要等到站台空无一人时才追悔莫及，从现在开始，每天分一点时间给他们，一个拥抱，一通电话，一次认真的晚餐，一次无所事事的闲聊。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瞬间，才是构成我们生命幸福感的基石，才是我们对抗时间与虚无的最温暖的武器。我希望当初能有勇气表达自己的情感。心理学上有一个自我暴露效应，意思是关系的深度取决于彼此敞开的程度。我们常常羞于表达爱，也吝于表达歉意。我们害怕被拒绝，害怕丢面子，于是宁愿把千言万语藏在心里，任由误会滋生，隔阂加深。我们以为沉默是金，却不知在很多关系里，沉默是锈，它会慢慢腐蚀掉所有的温情与信任。邦妮曾照顾过一位名叫朱迪的年轻女士，她已经整整5年没有和母亲联系过了。原因是她当初不顾母亲的反对，嫁给了现在的丈夫。母亲认为她嫁错了人，会毁了自己的一生，而她则觉得母亲控制欲太强，不尊重自己的选择。母女俩为此大吵一架，从此决裂。5年来，朱迪不是没有想过母亲，他常常会在夜里想起小时候母亲为他梳头的温柔，想起母亲做的饭菜的味道。他很想打个电话，问问母亲的近况，告诉她自己过得很好，也很想她。但每次拿起电话，母亲的严厉刻板的面容就会浮现在眼前，那些伤人的话语仿佛又在耳边响起。于是他一次又一次地把拨号键按了下去，直到后来朱迪被确诊为癌症，并且病情发展迅速，甚至到了说话都困难的地步。在死亡面前，所有的骄傲、固执和怨怼都显得那么微不足道。他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了，他终于下定决心要给母亲写一封信。在信里，他没有争辩对错，也没有抱怨，他只是回忆了许多母女俩曾经相处的愉快片段。他感谢母亲的养育之恩，也坦诚地告诉母亲，嫁给现在的丈夫，她不后悔，因为他给了她很多的爱。最后他写道：妈妈，我爱你。信寄出去后，朱迪感觉如释重负。他说，就算母亲不原谅自己，他也了无遗憾了。几天后，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了病房门口，是他的母亲。
母亲苍老了许多，头发也白了大半。她一言不发，只是走上前，紧紧地抱住了骨瘦如柴的女儿。母女俩相拥而泣。5年的冰山，在这一刻彻底消融。在朱迪生命的最后时光里，母亲每天都来陪伴他，为他擦身，喂他喝水，像他小时候一样，给他讲故事。母女俩达成了迟来的和解。朱迪是幸运的，但邦尼笔下更多的临终者却没有这份幸运。他们有的直到死都没能化解与儿女的误会，带着怨恨离世；有的错过了和爱人好好道别的最后机会，让我爱你和对不起成了永远的绝响。我们为什么总是要把最伤人的话留给最亲的人？又为什么总是羞于向他们表达最真实的爱？或许是因为我们潜意识里觉得他们永远都会在那里。我们有的是时间，但生命是一场倒计时，每一次心跳都意味着我们离终点又近了一步。有些话现在不说，就真的没机会了；有些爱现在不表达，就真的来不及了。不要害怕被拒绝，不要被所谓的面子绑架。爱从来不是一场输赢的游戏，而是一场同舟共济的航行。去告诉你爱的人，你有多爱他们；去拥抱那个你曾经伤害过的人，真诚地说一句对不起。当你把那封未曾寄出的信勇敢地寄出时，你会发现，卸下的不仅是心头的重负，更是为彼此的关系赢得了重生的可能。我希望当初能允许自己更快乐一点，这是5个遗憾中最令人深思的一个。我希望当初能允许自己更快乐一点。快乐难道不是一种本能吗？为何还需要允许？邦尼在书中用了一个绝妙的比喻，每个人出生时都是一盏明亮崭新的灯泡，但随着成长，灯罩上会逐渐沾染各种尘泥，别人的评价，过去的创伤，对未来的焦虑。有人会时常擦拭，让污泥自然脱落，继续散发光芒；而有人则任由污泥层层堆积，最终带着一颗蒙尘的心走向生命的终点。罗斯玛丽就是后者。她曾有过一段极其糟糕的婚姻，被丈夫长期打压凌虐，可谓生不如死。后来她终于鼓起勇气逃离，并在一家大公司做到了总经理的位置。按理说，她已经完成了人生的逆袭，应该感到骄傲和快乐，但她没有。她逢人便抱怨自己的不幸婚姻，祥林嫂一般反复咀嚼着过去的痛苦。她把所有的不顺都归咎于那段经历，仿佛全世界都欠了她。后来她确诊了绝症，脾气变得更加古怪暴躁，对护工颐指气使，稍有不顺就破口大骂。直到临终前，她才向邦斯吐露心声，声音里充满了悔恨。我这一生都在憎恨命运，把怨气倾泻在别人身上。可现在我才明白，是我自己没有允许自己快乐起来。我浪费了多少时间啊！与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另一位名叫莱尼的老人。莱尼的一生用命途多舛来形容，都显得过于轻描淡写。他年少时就父母双亡，中年时大儿子在战争中牺牲，女儿因车祸意外去世。50岁那年，与他相濡以沫的妻子也不堪接二连三的打击，撒手人寰。命运几乎夺走了他的一切，只留他一人，穷穷竭力于世。可就是这样一位老人，脸上却总是带着和善的微笑。他对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温和可亲，从不抱怨生活的苦难。在生命的尽头，他对邦尼说，这一生我过得很满足，
因为我拥有过很多人的爱，这些爱每一天都没有减少过。同样是面对苦难，为何罗斯玛丽活成了怨妇，而莱尼却活成了圣人？答案就在于他们对幸福的定义不同。罗斯玛丽把幸福看作一种境遇，她认为只有当外界的一切都如她所愿时，她才能快乐；而莱尼则把幸福看作一种能力，他选择不沉溺于已经失去的，而是感恩自己曾经拥有的。这世界上没有谁的人生是100%如意的，那些真正活得快乐的人，不是因为他们比我们拥有更多，而是因为他们更懂得选择。他们选择从泥泞中开出花来，选择在黑暗中看见星光，选择对自己的人生负起100%的责任。他们知道，幸福不是一种被动的获取，而是一种主动的创造。允许自己快乐，意味着接纳生活的不完美，意味着与过去的创伤和解，意味着把注意力的焦点从我没有什么转移到我拥有什么。这是一种比赚钱、比获取名利更高级也更重要的能力。所以，亲爱的朋友，请给自己颁发一张快乐许可证吧，不要再等到一切都完美了才去快乐。就在此刻，为你拥有健康的身体而快乐，为窗外明媚的阳光而快乐，为一杯咖啡的香气而快乐。当你开始练习这种能力，你会发现，幸福其实一直都在你身边，从未离开。写到这里，我们再回头看乔布斯的那段话，或许会有更深的感触。他所说的向死而生，并非让我们活在对死亡的恐惧里，而是要我们借助死亡这个终极滤镜，去过滤掉生命中所有不重要的、虚假的、被强加的东西，从而看清什么才是真正值得我们去珍惜、去追求的。用终局思维去审视人生，你会发现，那些应该的条条框框，在生命的最后一天面前，是多么不堪一击。那些为了工作而牺牲的陪伴，在再也无法相见的结局面前，是多么得不偿失。那些因为面子而未曾说出口的爱与歉意，在永恒的沉默面前，是多么愚蠢可笑。那些因为沉溺过去而放弃的快乐，在仅此一次的生命面前，是多么奢侈的浪费。人生不过3万天，其实活着的每一天都在靠近死亡。我们无法掌控自己怎么生怎么死，但我们完全可以掌控自己如何去活。与其等到生命的尽头才开始懊悔，不如从现在开始，就用终局思维去过好每一个今天，去珍惜你所爱的人。想做的事勇敢去做，想说的话大胆去说，活得快乐一点，热烈一点，真实一点，不轻易浪费时间在不喜欢的人、不值得的事上。当我们尽可能地遵从心意去生活，那么当那一天真的来临时，我们便能像乔布斯一样，坦然地说一句：哦，死亡，你来了，我准备好了。更能像莱尼老人一样，微笑着回望一生，无愧也无憾。那么，最后一个问题留给你：如果今天就是你生命的最后一天，你最想做的一件，哪怕再微小的事，是什么？欢迎在评论区写下你的答案。也许，这个答案就是你新生活的开始。